针对中国稀土的联合行动又来了，这次他们的图谋能成功吗？在中国稀土的发展史上，最艰难的日子应该就是和日本企业的专利战了。20年前，日企用稀土专利在全世界对中国企业进行疯狂的围堵，不仅对中国稀土企业进行威胁，而且还在战术层面上进行分化，在技术层面上进行剽窃，无所不用其极，最终迫使中国稀土企业低头，导致我们的稀土一直被低价贱卖。这次我们能成功突围吗？大家好，我是熊猫，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3月12日，美国、日本等4国在峰会上表示将共同研发稀土技术，搭建稀土产业链。中国稀土再次面临国际稀土集团的围剿。事实上，中国稀土企业与国际稀土企业的争斗从未停止过。在历史上，除了我们内部的恶性竞争以外，来自国际的围堵也从未停止过。类似的围剿在20年前的中日稀土专利大战中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有很多小伙伴让我讲讲中国稀土为什么卖不出高价，我们稀土企业是否还有机会突出重围。今天我们就借日本企业如何围堵中国稀土的，来给大家硬核科普一下，为何我们稀土产量这么大还卖不出高价。温馨提示，本期视频高能硬核，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哦。中国稀土历史上曾经遭遇过2次国际围堵。稀土从开采到成品落地需要经过4个步骤：开采、冶炼、深加工，然后再应用到各个产品中。而中国第一次被国际稀土集团围剿是在冶炼环节，当时我们只能用挖出来的稀土矿出口到国外，换取精炼后的稀土回来，再用于产业生产。在这一时期，中国相当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大后方，稀土只能当作土来卖。后来萃取技术被稀土之父徐光宪打破封锁后，中国稀土才开始真正的走向世界。接下来的第2次封锁就发生在国际上，用的武器就是在深加工环节的专利技术。在专利游戏面前，发展中国家几乎被发达国家降为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专利大战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中国甚至还没诞生专利法，很多中国公司连专利是啥都不知道，而日本企业就已经在全球布局专利，甚至抢注多注专利。这是什么意思呢？以稀土真加工里的永磁材料为例，1982年，日本企业注有特殊金属注输会社首次发现铝磁铁，次年就在稀土下游市场最大的日本、美国和欧洲申请了铝磁铁技术专利。基础专利就相当于行业的标准一样，你生产铝磁铁基本绕不开这些专利，更何况铝磁铁的生产技术在极其重要的稀土永磁材料中也是高附加值的稀土技术，所以我们稀土企业想要向高端稀土领域发展，就绕不开铝磁铁。也就是说任何国家想要在美国和日本开拓稀土市场，都需要向注友缴纳专利费，中国稀土企业也不例外。最关键能不能得到授权，还要看注友金属的脸色，这个脸色自然是用巨额的专利费来衡量的。本来专利是为了保障企业的创新成果，维护企业创新热情，所以遵守专利保护法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专利却被严重滥用，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围堵落后国家的武器。怎么说呢？比如偷取中国稀土企业的技术，注友金属以客户的身份参观中国稀土工厂，当时中国稀土企业的保密意识不够，而注友金属就趁机偷走中国稀土的工艺，然后针对中国企业申请了专利，反过来围堵中国。最典型的就是铝磁铁2次压型专利，压型是铝磁铁工艺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日本企业自己的设备精度高，所以他们的工艺流程是一次压出铝磁铁的形状，而中国压机精度不够，但是凭借自己的技术研究，创造出2次压型。结果被注友金属看到后，偷偷跑去国际上注册专利，于是这个中国攻克的技术反而成为卡住自己脖子的绳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中国稀土企业不自己去注册专利呢？主要是因为专利意识不够，加上专利申请费用太过高昂导致的。中国第一部专利法诞生在1985年，而注友金属在1982年就已经拥有丰富的专利布局了。两者的地位就好像一个大人立下规矩，小孩只能不断学习，遵守大人的规矩。学习是痛苦的，犯错也是必然的。除此之外每个国家的专利申请费加起来真的非常昂贵上个世纪80、90年代，在美日等国家申请专利的费用就高达数十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数百万元，放到现在差不多就上千万了。这么昂贵的专利费，不是谁都可以申请得起中国稀土企业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有深加工技术，但是却没钱到各个欧美国家中申请专利，没有专利就只能面对注友金属的专利围堵说白了，专利就是发达国家先定制的规则，本质上是保护强者的利益，而落后的国家只能不断学习并且遵守这种规则，这就是降维打击，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通病。而我们只能忍痛支付巨额的专利费，在负重中前行。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那就太小看专利战了。如果说专利战是一场游戏，那么巨额专利费才是专利战的第1关关卡。第2关关卡是恶意延长专利期限。技术专利保护是有期限的，每日一般是在20年。2003年，注友金属申请的技术专利已经到了20年的期限了，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恶意延长专利许可期限，要求中国稀土企业继续支付巨额的专利费。
很多人肯定好奇啊，你不想交，那别人怎么恶意严惩呢？答案就是欺骗加威胁。欺骗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也是专利意识不够，很多中国企业压根儿就不知道专利期限这回事儿，所以中国稀土企业在不知不觉中继续向住友金属缴纳巨额并且是过期的专利费。安徽有一家稀土企业和住友金属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各种专利许可最久持续到2032年，也就是说从1982年开始，我们竟然支付了50年左右的专利费。是不是不能理解？不能的在屏幕上扣波问号。其实这是中国大部分企业出海都会遇到的难题，成长都是伴随着阵痛的。很多人可能会问呢，中国稀土企业不知道反抗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在弱小的孩子也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中国企业在意识到被蒙骗之后，就开始拒绝缴纳，甚至提起诉讼，但是都没有用，因为专利战还有噩梦级别的使用方式——专利交叉。什么是交叉方式呢？这边解释一下。专利交叉就好像 A 有10个专利 ，B 也有10个专利，这两者可以相互交易，并且达成某种协议，这样 A 和 B 就相当于一同拥有20个专利，而专利越多，谈判的资本就越大，这种协议就会偏向专利多的一方。然后我们回到稀土行业里啊，当时以住友金属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就是这么操作的。由于拥有大量的永磁材料的核心专利，很多企业都绕不开这些专利。欧美企业会直接或间接胁迫中国公司和他们进行专利交叉，而附加的条件就是对不服从自己的企业进行狙击。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中国稀土公司啊。就这样，日企掌握的核心专利越来越多，最高时，日本企业拥有的专利基数可以达到15000多件。有了专利作为倚仗啊，你只能向其缴纳巨额的专利费，甚至是过期的专利费。如果你不同意或开始反抗，那么接下来就是专利战的第4种——诉讼战。这个专利诉讼战极其猥琐啊，它不是真的想打赢官司，而是为了胁迫你，并且在漫长的诉讼中消耗你的财力和精力。怎么胁迫呢？很简单啊，将反抗的中国稀土企业和购买中国稀土产品的企业全部告了。很多购买中国稀土产品的企业就知难而退了。2000年和2012年，日立金属在美国2次发起337调查，就是针对中美德数十家企业，当然重点还是中国的稀土公司，毕竟漂亮国的企业给他们1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真的下手啊。但中国的稀土企业就不同了，由于337调查案件最长可以拖1年时间，被起诉的稀土公司往往会陷入长期的专利诉讼中。他们一边将中国稀土企业告上法庭，一边威胁购买中国稀土产品的美德企业，最终迫使他们放弃和中国企业合作。而中国企业则遭受双重打击，不仅陷入诉讼中，而且还面临失去市场的风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亏损甚至破产，这种压力可想而知啊。但是住友金属的操作远远不止于此，他们一边拖着，一边玩起了分化中国企业的把戏，承诺和解的企业可以优先获得授权，减少损失。所以中国企业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乖乖缴纳巨额的专利费得到授权，另一个同样花费巨额资金来打官司，而且有可能还会失去市场，甚至亏损乃至倒闭。所以怎么选其实也并不难了。最终在这2次诉讼后，总共有8家中国稀土企业与日企达成共识，被迫缴纳巨额专利费。这里面就有我上面提到的某个公司。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的稀土卖不出高价？为什么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却没有市场话语权？这次专利大战给出了最明显的答案。在稀土产业链上，虽然我们在冶炼环节占据绝对的优势，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稀土产品，但是在下游应用中，我们也会被美日专利围堵，加上国内企业未能真正抱团，导致我们一直在应用端被卡住脖子。那么问题来了，这次4国准备开拓稀土产业链，我们的稀土会因此丧失优势吗？要读懂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先看看我国的稀土战略。其实这个问题我以前回答过，但是有很多朋友还是有疑问，所以我们这次准备用贴画来展示一下。我国稀土的战略可以概括为3点：一是整合内部稀土企业，控制稀土开采；二是突破技术封锁，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三是稀土产业全球化。用一个贴画来表示控制开采就是保证自己的稀土资源。按照国家每年的控制量，我们的稀土资源常年保持在4400万吨，这一部分是留给我们子孙的，然后积极向下游产业链发展。所以第3个全球化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从全球进口稀土，加工使用之后，多余的再卖出去，满足自身的需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3点。第一，我们满足了自身的需求。2019年，中国只有全球37%的稀土储量，却消耗了全球57%的稀土含量，中间的差额达到了20%。这里面大部分是靠进口和新发现稀土资源来实现的，所以中国才能每年保持在4400万吨的稀土红线，并且还能满足出口稀土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需求。第二，安抚了其他国家之后，我们可以扩充冶炼环节的专利技术优势，像日本布局全球专利那样，在冶炼环节修建我们自己的护城河。第三，有了护城河，我们就可以向高端稀土产业发起冲击，不断积累专利技术，突破技术封锁，效果也十分明显啊。最近10年，中国的稀土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并且收购了一些铝磁铁的原始专利。比如我们就收购了世界仅有的2项铝磁铁原始专利，这是原本属于美国通用汽车 GMN 的。也就是说在产业链的流转中，我们其实是依靠产业链优势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不断壮大自己。这就是中国近10年来的稀土战略。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稀土会不会丧失优势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在源头我们拥有一部分在全球储量中占大头的矿产资源；在冶炼环节，我们拥有绝对的专利壁垒；在高端领域，我们不断发起冲刺，虽然还有劣势，但是也能利用产业链形成制衡。缺点是没有话语权。而在下游新能源汽车的应用产业中，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强项。其实，在稀土这个行业，我们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小孩，我们早已成长为别人眼中那个足够强大的对手。但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的是足够强大，而不是看似强大。继续努力吧，中国稀土。好了，我是熊猫，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期见。